今天这部片的素材其实是在2021年的10月11号拍的，但是从10月份开始，因为我是牧师嘛，所以教会就有很多的事情，一直忙到1月中才有时间开始剪这部片。一转眼3个月就过去了，这是我在2021年最后一次往我今天要去的那个方向去骑。因为10月份加拿大温哥华已经开始经常下雨了，气温也开始低了。现在是早上大概7点，室外的温度是摄氏零下1度。今天我要去的地方呢，叫做 Squamish Valley Road。这 Squamish 是一个原住民的语言。Valley Road 就是这个，我们可以翻成河谷路吧。今天的旅程来回大概是180公里左右。本来我希望能够到 Squamish 去看日出的，但是因为我第一次在这么低温的情况下，要骑车到这么远的地方去。所以在行程准备上面就花了比较长的时间，除了着装花了比平常久的时间，还要准备，因为怕低温之下，相机也好，或者是手机也好会没有电，所以就要准备电池啊、脚架啊这些准备拍摄的东西。所以呢，没办法看到日出啦。差不多在半路上，太阳就会出来了。现在呢，我在这个路口左转以后，就要准备上高速公路了。上了高速公路以后，我就发现我穿的实在是不够暖。虽然大家可以看到我的防摔衣、防摔裤都是冬季的，但是我最内层犯的错误就是我的最内层没有穿发热衣。我没有穿发热衣的原因呢，是因为我很怕热，我会流汗，所以我怕太阳出来了以后我会流汗。所以我最内层内衣的部分穿的是排汗的内衣，这是我犯的一个非常大的错误，算是新手所犯的错误吧。这个新手指的是我第一次在这么冷的天气骑车上高速公路。现在的温度是介于零下1度到零下3度之间。所以如果以时速80公里到100公里的速度骑的话，我猜想体感温度大概会下探到零下10度，甚至更低都有可能。所以我现在觉得好冷，想到还要继续骑大概45分钟的路程，其实心里面是有一点担心的。但是不管了，既来之则安之吧，走一步算一步吧。我现在骑的这条高速公路呢，是1号高速公路，等一下会接到99号公路。1号高速公路是加拿大横贯东西部的一条叫做 Trans-Canada Highway， 我们中文的话是加拿大横贯公路的一部分。那这条加拿大横贯公路是世界上最长的公路之一，它的总长有7476公里。由于1号公路段没什么景色，所以呢，大家现在在画面上看到是我直接就剪到99号公路段。
99号公路段，这一段叫做海天公路，英文是 Sea to Sky Highway。这条路因为一路沿着太平洋，穿过海拔670公尺高的滑雪胜地 Whistler， 所以它叫做海天公路。现在大家可以看到天色已经渐渐亮了。我为大家剪了几段可以看到太平洋的路段。虽然天色渐渐亮，但还不是很亮。其实天色亮的时候，沿途骑这条路，沿着太平洋骑，真的是非常非常的美。所以这条路呢，是住在温哥华的骑士们，如果想要这个周日weekend， 就是这个周末的时候，想要稍微骑一下车的话，都非常喜欢来这一条公路，因为沿途的风景非常的漂亮。不但风景漂亮，而且这条路弯弯曲曲的，所以骑起来也很有意思。那么现在因为天气还没有很亮，所以没有那么漂亮。如果天完全亮的话，天色完全亮的话，无论是晴天或者是阴天，甚至雨天，都各有各的特色。其实我也拍过几段，但是可能没有机会今年把它剪出来，也许再看看明年吧。沿途看着太平洋，真的是非常非常的美。虽然没有看到日出，但是一面骑一面看到日头还没有完全出来，这个远端有一抹红色、橘红色挂在天空上面，衬着一点点的蓝意，也还是挺美的。话说回来，沿途的风景美是美，但是骑到这里我已经受不了了，所以只好停下来解冻一下，否则我真的觉得我的心脏快停了。等到车子停好，才发现我的油箱上面早已冻了一层霜。Insta360也因为太冷已经没电了，手机因为放在胸口的口袋里也冷得没电了，所以我必须要把它Insta360接上这个充电宝，顺便停下来拍几张相片。那刚刚大家在相片当中，还有现在看到的这座壮观的岩山，它叫做 Stawamas Chief， 它总共有3个山峰，是有许多攀岩爱好者喜欢来挑战的地方。大家在右边看到的是 Stawamas Chief 的3号山峰，前面大家看到金色的阳光洒在山上，把山也染上了金色。这就是我想这么早出发的原因。其实我当然不想自虐，谁喜欢自虐呢？一个人这么早出来骑车，真的是冷得不得了，而且又很早。有哪一个朋友会想要一起受苦？
现在大家在左边，我慢下来，大家左边看到的这个地方是这个 Squamish 的市中心，还有一家星巴克，可以说是骑士们聚集的中心。在周末的时候，那一家星巴克的停车场都是重机。好，现在在这个地方左转，就要进入到，就离开 Sea to Sky Highway， 要继续往北，大概骑16公里左右。那这条路呢，其实就已经是 Squamish Valley Road， 但这条路非常非常的长，我没有打算要骑到底，因为今天不太可能会骑到底。而且这是我第一次来这里，是朋友介绍的，所以我必须要一路摸索着前进。那朋友告诉我，来到这里就是可以沿途欣赏远方的山景。所以大家也可以看到，的确远方的山景实在非常的漂亮。那我们进到这里的时候，可以看到天色大概70%的亮度吧，但是还是很冷，完全没有我原来所担心的太阳出来以后就会流汗这件事情，还是冷得不得了。不过呢，就像我刚刚所说的，既来之则安之啦，反正还是有美丽的山景可以欣赏嘛。不过现在开始发现有一个新的问题，就是雾越来越重。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注意到，镜头上面已经开始有一些水滴。其实不单单是只有镜头是这样，我的安全帽上面的这个安全帽前面的这个 visor， 就是这个护目镜的地方也是一样，看不清楚，镜头看不清楚，我也看不清楚。而且这样的情况越来越严重，然后这条路前不着村后不着店，也没什么车。我决定必须要在这里先暂停一下，至少先把护目镜上面的水汽清干净。其实一面骑一面挺担心的，因为能见度大概只有10公尺吧，10到15公尺大概，所以幸好找到了一块空地，就赶快先停下来吧。到这里的时候，就像大家在镜头上面看到的，已经几乎看不清楚前面的路。我想就停下来拍个几张相片吧。在稍作整理之后，还
雾还是没有散的迹象。我看往前面骑实在是太危险了，所以今天还是就此打住吧。反正留得青山在，不怕没柴烧。夏天还可以再来挑战一次，而且被冷冻了一个早上，现在肚子也饿得不得了。所以呢，我决定好好的去吃一顿双鸡蛋的美式早餐。在我吃早餐的时候，两位年轻的朋友告诉我们，他们已经到了我刚刚所说的那一家 Squamish 的星巴克了。所以我吃完早餐以后就去和他们会合，就这一家星巴克啦。大家已经可以看到停车场里面已经有一些摩托车了，有一些重机了。喝完咖啡以后就出发返回温哥华了。来的一路上只有我独骑，现在这里已经聚集了好多重机了。有朋友一起骑车的感觉还是很不一样的。2021年的时候，我大部分是往温哥华的西边和北边来骑。2022年呢，我想要多往东骑，可能甚至还有长一点的这个骑乘的计划。这次的旅程结束后，我的 Trident 660就要暂时进入冬眠期了，等到2022年的3月才会再骑上它了。谢谢，还是一样，谢谢各位跟我一起今天的旅程。那么我们就下一支影片再见喽。